只想低调老天，居然被校花给迷上了。孙荣昨天中了王令的魅惑术，今天一大早俊着大脚的王跟王令打招呼，王令当机立断走到孙荣面前，然后轻轻撩起他的头发，紧接着随手一敲就把王子给敲碎了。边上其他同学直呼这撩妹手段看不懂啊，结果魅惑的确是解除了，可孙荣也是真的喜欢上王令了呀，甚至脸比之前还要红了。今天他们要上的是炼丹课，学生需要自带丹炉，有带家传宝鼎的，也有拼夕夕出品的水果盘和小麦盘炼丹炉。最离谱的还是王令直接带了一个微波炉过来，接着潘老师开始讲解详细炼丹步骤，一边讲一边演示，速度快到生怕学生记住了。不过还是有几个同学表现不错的，国豪看起来很会的样子。黄公子说看着陈超正的吭哧甜美，孙荣来了个经典注入灵魂的动作，用的就是他们家生产的制丹机。再一看王令将用微波炉炼丹，国豪觉得这一把自己肯定稳了，直接记住了他花大价钱搞制的精品炼丹炉，不仅可以全自动控温，还能定时，只需要放入丹料就能自行判断风水方位并吸收灵力。接下来静静等候成丹就完事了。这外还引起了二哈的好奇，就在这时陈超的炼丹炉突然就炸了，想到这是好不容易求来的家传炼丹炉，坏了的话老爹肯定要宰了他的。陈超哭着跑了出去，学生们的丹料都已经放入丹炉，成丹大概需要7个小时，潘老师带他们先出去了，而二哈却悄悄折返了回来。他发现过好那个炼丹炉其实是个灵虫，如果能吃了它肯定大有裨益，东山再起不再是梦。没想到王令早就察觉到他的坏心思，也跟着回来了。二哈沉默一瞬后立刻从窗口跳了出去，不过他是跳在了下面一层，王令也跟着跳下去。看到那小子在自己面前下坠，二哈得意洋洋，你小子中计了吧。一回头王令就在他面前，吓得二哈毛都炸了起来，下一秒就王令抓起来扔了出去。另一边趁着孩子操场跑圈，带起来的风把旁边妹子的裙子给掀开了。他一直在担心纠结丹炉的事情，父亲原本不同意他把传家宝带到学校的，但是陈超刻了99个响头，总算打动了老爹，并且答应他一定拿一个第一回来。现在不仅拿不到第一，丹炉还坏了，陈超越想越崩溃。而在他身心最脆弱的时候，心魔入侵了。他看到孙荣笑着的跑了过来，却与他擦肩而过，投入了王令的怀抱。其他同学也都戴着假面，纷纷嘲笑他，连个灵力5都不如。最后陈超只能被困在微波炉里，眼睁睁看着女生个废柴远去。被心魔扰乱心智的陈超往炼丹房走去，嘴里还念叨着孙荣我来救你了。与此同时，王令这把二哈口水添过的丹炉拿去冲洗，后来竟然刚好遇到了郭豪，郭豪就误以为这小子偷自己的丹炉。王令按照指示把炉子放在地上后，双手抱头，没办法，对手手里有枪啊。王令解释一下来龙去脉，可是郭豪根本不信啊。炼丹炉也晕晕乎乎打了个喷嚏，郭豪看得更心疼了，你就是这么对我的宝贝的。怒气爆发，扣动了扳机，王令立刻闪身躲开攻击，结果那发水弹刚好射到了后面陈超的嘴里，陈超当场晕厥。郭豪大喊我杀人了。唯一冷静的王令蹲下来查看了一下，发现问题不大，只是心魔入侵撞上了弱毒性，刚准备施展大进化术就被郭豪阻止，指挥王令抬头自己抬腿，两个人把陈超弄进了炼丹室。刚刚发生的那发水弹是郭豪自制的5毒水，这是一种神奇的毒药，外用只会起红疹，但内服的话2个小时不解毒就会直接挂掉。王令本来想说没那么严重，却又被郭豪打断了，表示只要他帮助自己炼出解药并保密，他拿自己炼丹炉的事就算了。于是王令果断不再提自己会大进化术的事情，开始帮郭豪抓药炼解药，将所有的药材揉成2颗大药丸后放入丹炉后，郭豪才松了一口气。接下来只要等2个时辰就完成了。突然他意识到一个大问题，1个时辰以后潘老师和同学们都回来了呀，到时候他们把陈超藏哪儿啊？而在郭豪抓狂纠结的时候，二哈不死心的回来吞丹炉了，得亏郭豪及时发现，立刻一张符钻打到了他身上，二哈口中的灵力冲到了丹炉身上，丹炉瞬间变成了金色传说。这时郭豪发现不对劲儿，才刚开始约着2分钟，丹炉就变成了橙红，难道是二哈刚刚那口灵力造成的吗？王令立刻下令把二哈5花大绑压在桌子上，郭航拍一巴掌，二哈就朝丹炉吐一口射线，加热速度果然变快了。原来二哈的能力是时间光线，除了加速，甚至可以做到时间倒流。于是王令跟郭豪也不客气了，炼丹房里也传来2人异口的欢声笑语。很快2个解毒完就完成了，郭豪先拿二哈试了一下毒，才给陈超服下。结果人还没醒，潘老师带着学生们回来了，郭豪又开始慌起来了。王令用坚定的眼神示意他冷静下来，于是郭豪出于应付老师同学，将案发现留给王令处理。但是潘老师根本不听他狡辩，干郭豪这么用功，还说要先检查他的丹药，随后直接推开房门走到郭豪的位置上。没想到炼丹房已经变得一切如常，郭豪的炼丹炉里还出现一枚金光闪闪的配元丹。不明白发生什么事的郭豪看一下下面的王令，发现他正在关微波炉的门，就以为是王令把自己的配元丹放到了他的丹炉里，忍不住称赞他真是好兄弟。紧接着潘老师从王令的微波炉里拿出了一枚坏的丹药，郭豪就以为是王令把陈超那颗爆酒的丹药拿给了自己，当即决定把王令当成一辈子的好兄弟。其实他想多了，那个配元丹就是他自己炼的，也是在丹炉里和解毒药一起炼成的。王令的丹药微波炉也只是微波炉炼坏了而已。至于陈超，此时他还在自己的丹炉里呼呼大睡呢。炼丹课结束后，郭豪和王令还帮陈超把丹炉给修好了，这让陈超自愧不如，哭着对王令说：“我对不起你呀。”3个人没有一个人在乎二哈死活的，殊不知这一切都被指导员王祖康看在了眼里，还把王令做的事告诉了周易。这天放学后，孙荣走到了王令面前，一句话就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：“王师兄，明天有时间约会吗？”而孙荣并不知道外面2个杀手已经将枪口对准了自己的额头。然而就在杀手准备开枪的时候，王令一记死亡凝视吓那个杀手打偏了。孙荣久久等不到回应，终于忍不住大喊一声：“王师兄，请和我约会！”偏偏这时候王祖康走进来叫王令，王令立刻站起来说了声好，本意是回应王祖康脱身。
身的，却被孙荣以为他同意了自己的约会请求。外面两个杀手错失了最佳狙击时机，只能就此作罢。小花又和005的废柴约会的事情很快传遍了整个学校，男生们羡慕不已，他们也想少奋斗20年呀。这个消息同样传到了杀手组织 boss 那里，王令对此却一无所知。他被陈祖康带到了卓毅面前，等王祖康离开后，卓毅直接问王令：“你就是当年干掉吞天蛤的小朋友吧？”千年妖王被6岁小孩一脚踹飞，留在现场的卓毅直接捡了个大便宜，被所有人认为他才是干掉吞天蛤的大英雄。不过卓毅并没有心安理得接受这份荣耀，这些年来一直在寻找王令，现在终于见到了，当场跪下了求拜师。王令毫不犹豫地施展了50%的遗忘术，主要是因为100%的话可能会让人变成脑残，所以现在卓毅只是忘记了刚刚发生的事情，让王令直接离开了。王祖康回来问他有没有问出点什么，卓毅却一言不发，还沉浸在遗忘术的余韵之中。而王令回到教室，准备美美的享用一包干脆面，二哈就过来跟他汇报了外面有杀手的事情。当天晚上，王令做了个噩梦，是孙荣催他出去约会，醒来发现是个梦才放下心来。结果拉开窗帘拥抱太阳的时候，一看楼下，孙荣和2辆加长林肯以及一群光头保镖已经等候多时了。王令眼睛眨巴，果断拉上窗帘，装作没看见，的含糊过去。可他父母却喜闻乐见，催着儿子赶紧吃饭，出去和人家女孩子约会。这2人早就被孙荣用金钱收买了，毫不犹豫就把儿子给卖了。就这样，王令被亲爹亲娘赶了出去，这硬着头皮坐上了孙荣的车。上次2个杀手也不死心的跟了上去，今天的目的地是孙荣家的产业齐天乐园。孙荣还告诉王令，这是他爷爷专门为他一个人建的，但他只想跟最爱的人一起来，所以竟然是他第一次来这里呢。可惜王令是块木头，满脸都写着默哀老子。孙荣只好笑笑表示刚才是在开玩笑，只是今天为了他清场而已。到了齐天乐园后，孙荣让保镖不用跟着他，王令是因为会照顾好他的，然后拉着王令就跑。殊不知2个杀手就等着孙荣落单呢。2个人先来到乾坤洞，导游介绍，只要他们把手放在石壁仙女的嘴里，仙女就会用回音语言他们未来的关系。孙荣迫不及待拉着王令的手往小去试试，刚准备把手伸过去，后面的杀手就以一个刁钻的角度开枪了。结果下一秒，王令挥动用牙硬生生咬住子弹，像是露出了邪魅一笑，瞬间就把孙荣给看脸红了。那个子弹被王令吐回去，射中了杀手。一切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，杀手还在疑惑这枪后坐力怎么这么强，而王令随着孙荣和导游使用了遗忘术，接下来他的一整天都忙着破坏杀手的计划和消除孙荣的记忆。不知不觉到了傍晚，孙荣邀请王令一起坐摩天轮，王令欣然同意，以为终于可以歇会儿了。没想到2个刺客也跟着上了摩天轮，更没想到朱一就在他后面看着，顿觉师傅有难，自己这个做弟子的一定不让人打扰师傅的约会。与此同时，王令和孙荣已经上升到了最高点，工作人员非常上道的放弃了烟花，顶着2个杀手爬到他们的轿厢，示意孙荣坐过去，送上门能和王令贴机的机会呀。孙荣还非常客气的说一句谢谢，王令则非常感谢2个杀手带来的片刻宁静。孙荣执意问对方是不是引流的，杀手们看起来不太聪明，刚准备说点啥，那边电话的 boss 引流之主就提醒他们话多必死。孙荣叹了口气，知道对方的目标只有自己一人，并起身挡住了王令，让他们放过他。就在这时，卓毅和这队友们御剑而来，孙荣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。王令听不下去了，多大点事儿啊！起身随手一握，就将一个扔了出去，另一个也跟随他的手在空中旋转上升，最终只留下了一句“我一定会回来的”，然后炸成了一束束漂亮的烟花，此乃福怒人怜。看到这一幕的卓毅跪倒在地，只说出了一句师傅再高，而王令回头暗示孙荣这是只有他俩知道的秘密，接着伸出手和他拉钩，其实是为了使用100%约定术。孙荣会永远将今天的事情当作秘密封存起来，不过现在他只想说和王令一起看烟花的美好时光。